你以前听说过吗？狗狗也会感染利氏蔓原虫病吗？那狗狗感染利氏蔓原虫病之后会传染给人类吗？那我们要对所有利氏蔓阳性的狗狗进行扑杀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带给我们奇迹和惊喜的狗狗吧。2023年的最后一天凌晨，在值夜班的时候救助的小姐姐带着这只叫做大福的狗狗来到了医院。打开航空箱的时候，瞬间就觉得特别心疼。它的鼻子出血不止，身上有多处的皮肤问题，精神非常沉郁，浑身无力。它呢是10月份在山上救助的狗狗，它的眼睛有很多的脓性分泌物，眼周皮肤也有脱毛、糜烂，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溃疡。当时在别的医院以为他是犬瘟病毒感染，按犬瘟治疗了一段时间，认为他的眼睛是倒结导致的，所以麻醉后做了双眼的手术，一直没有好转。鼻腔出血的问题，麻醉后做了鼻腔镜检查，没有看到异常。当天晚上来我们医院也是因为想再做 CT 检查和重新做鼻腔镜，看是否有鼻腔肿瘤。我们先从头到尾检查了他的皮肤，除了眼睛和鼻子的问题外，我们还发现他4肢骨突的部位都有脱毛。这是它的耳廓，然后它的全身都有大量的皮屑，然后皮屑下边的皮肤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发红的。它的指甲呢，看起来都有一些过度弯曲，它的4个爪垫看起来都是皮肤增厚的情况，看起来就像我们常说的老茧似的。然后我们还能看到有的地方有开裂，这也是提示它爪垫有过度角化的情况。这是它肛周的区域，也是有脱毛、有皮屑。牙龈看着还比较 OK， 它在其他医院做了血常规和生化，看着球蛋白比较高之外，其他没什么明显异常。因为它之前有很长时间在山上流浪的病史，再结合它的皮肤病变、鼻子出血以及血液检查球蛋白高的情况，我们的鉴别诊断更倾向于它有罕见的利氏蔓原虫病。同时阿姨也补充了一个信息，山上好几只跟它一起流浪的狗狗也有同样的症状，那么其实肿瘤的可能性就偏低了。于是我们给它做了利氏蔓抗体的血清学检查，那抗体的检查结果是阳性，于是我们确诊了它感染了利氏蔓原虫病。于是呢，它需要进行该病的治疗，主要是口服药物。那它其实也就不需要麻醉、CT 和鼻腔镜的检查了，也会为它减轻一些负担。于是我们就让救助的阿姨带狗狗回救助小院了。那这就是第2天1月1号，也就24年的第1天。早上他吃了药之后，很快他就开始吃饭了。就其实还算是比较理想吧。1月2号，大福早上给了他点吃的，然后呢，他这个鼻子呢还是会流血的。你看他这个小垫子上看见了吧？但是没有那个时候流那么多，因为医生不是也说了吗？说这种病是一个长期的病，它不可能1、2天就能好的。看这个大福，他喘的特别厉害，听这个声。再看这个肚子起伏。通过用药，他鼻子的出血虽然好一些了，但是之前大量的出血和鼻涕堵塞鼻腔，导致他呼吸有点费劲，所以我们又给他在治疗利氏蔓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抗炎的药物来控制炎症，同时呢，给他一些物理的润湿鼻腔的喷剂，来让他舒服一些。6号上午8点多，我们这个状态还可以哈，我们上午的药已经都喂完了啊。然后也还是鼻子一直没有流血，还都不错啊，表现还挺好的。看到他这么乖乖喝水，还挺欣慰的。吃饭也吃的还蛮不错的。1月10号中午，今天阳光挺好的，轰着大福出来玩一会儿吧，大福玩一会儿，活动活动啊，活动，一会儿我们好开饭了。在我们觉得他的病情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突然他又开始精神沉郁、厌食，还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的情况。大家看视频里，他几乎是没什么劲儿，眼睛也不太能睁开，然后也站不起来。他现在又吐了，就隔了这么几分钟，他又吐了。他自己跑出来，他可能觉得难受，然后他自己就跑出来吐了。他又吐了，现在应该是3点半左右。
他出现的这些新症状让我心里一紧。我们之前发现的大福的症状主要是出现在皮肤上和鼻腔出血，但是利施曼的临床分型除了皮肤型以外，还会出现和人类一样的内脏型，也称为黑热病，只不过在人上边主要出现症状的部位是肝脏和脾脏，那在狗狗上边的话更容易出现肾衰。于是我们给大福再一次做了血液检查，这一次除了炎症很高以外，还出现了轻度的贫血，肾脏的指标肌酐、尿素氮以及磷都比较高。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尿液的检查，尿蛋白很高，超声也提示肾脏有损伤。那这一次的话，他状态比较危险，加上频繁呕吐和腹泻造成的脱水以及肾脏的损伤都需要输液来治疗，我们就留他进行住院治疗了。让我们很难过的是，他16公斤，一晚上输了大概700毫升的液体，却只有80毫升的尿液。我们复测肌酐900多，大概是前一天晚上的2倍。持续升高的肾指标以及少尿无尿，提示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尿毒症的阶段。那跟主任商量之后，决定进行透析，多给他争取一些时间。但透析本身也是有风险的，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测血型、配血实验以及输血。当天我们同时麻醉放置了中央静脉导管，供透析的时候使用。由于大福最近食欲很差，同时放置了食道饲管，以满足后续的营养摄入。与此同时，我们还给了他使用了利尿的药，然后希望他能排一些尿。虽然我们尿在了体重秤上，但是还是好开心。尿呗，他尿是好事啊。他就好像就是我感觉让他尿，在软地上。哦，没关系，就让他尿吧，他尿是好事。哇，这尿！这怎么跟下雨似的呢？啊，在那里攒了多久这个尿？好，当兽医也挺奇怪的，对吧？看到狗子排尿，竟然开心激动到不行。给它进行了输血、利尿、输液以及保护胃肠道的治疗之后，它的状态好了很多，还站起来自己喝了水。我们猜测它的肾脏指标肯定也会有好转。于是我们给他复测了指标，这次他的贫血已经好转了不少，然后他的肾脏的指标也降了一些，今天的肌酐是800多。肾指标再降是个好消息，虽然透析能让它降得更快一些，但是因为有利施曼原虫的问题，他的身体总在出血，他还出现了吐血，然后下中央静脉导管的时候也出了不少血，所以我们担心透析上了机器之后出血更多，会更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就先没有进行透析，还是通过保守的输液治疗，看他的肾脏指标还能不能再降。同时呢，我们因为他有食道饲管了，所以我们也通过食道饲管去给他喂饭，然后另外的话，他的磷还比较高，所以我们也给他加了降磷药。同时他还有高蛋白尿，我们也给他用上了治疗蛋白尿的药物。住院第3天的时候，他已经舒服的靠着他的小窝待着了，然后他的状态也都比较好。然后我们又给他复查肌酐，他的肌酐已经从800多降到了377，就非常棒。当时我们真的是大家都喜极而泣，就感觉是从鬼门关抢回来一条生命。不好意思哦，这里是一条比较有味道的直播，非常高能，这也是兽医奇奇怪怪的关注点。我们看见他排便排尿的时候都非常开心的。他的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精神了。那我们再给他复查肾的指标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意外，他的肌酐已经降到186了，我们真的非常兴奋。更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的是，这孩子竟然主动吃饭了。我们只是尝试了煮了一些鸡胸肉给他，但没想到，他还特别给面子，然后吃了一些。虽然他有一些挑食，罐头和粮他就不怎么爱吃，但是愿意张口吃饭已经让我们非常开心了。因为他眼睛也炎症还比较严重嘛，所以我们也担心他有干眼症的问题，给他测了个泪液量，那双眼的泪液量都是非常低，一个是3，一个是5，所以我们也给他用上了人工泪液。随着治疗，大福其实除了内脏的血检的指标的变化之外，外观上看他皮肤的症状，全身皮肤的症状也在恢复，所以其实我们挺感谢大福的，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惊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已经要不行了。
那视频一开始提出这3个问题，有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那就是狗狗也是会感染利氏曼的。那狗狗的利氏曼会传染给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感染利氏曼病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被携带利氏曼原虫的白磷叮咬。虽然狗狗也是利氏曼病的一个重要宿主，但是人类是不会通过接触感染的狗或者是狗狗的分泌物而感染利氏曼的。那要对阳性的狗狗进行扑杀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告诉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扑杀狗狗是预防利氏曼的一个有效的策略，且扑杀狗狗是不道德、不合理的。那么大家的狗狗要如何预防感染利氏曼呢？在春夏秋白磷比较多的时候，要使用靠谱的驱虫药，同时在天黑以后以及天亮之前都不要在室外生活。祝福我们的大福宝宝之后可以一直做一只开心快乐的狗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进行提问哦。欢迎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喽。